Yun! Kain 今天菲律宾小哥又与好基友们外出猎食，不过在出发之前还是要做足功课，准备好捕食工具。他们今天出动3条竹筏，上面放着几十个自制的地笼。这种地笼有一个很大特点，那就是前后两端都用圆锥形的竹盖加以封口，形成一个易进难出的捕猎陷阱。为了能够引诱猎食者自投罗网，小哥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工处理。其实秘密武器就是一袋死鱼，它的用处就是用来做鱼饵。当然，如果死鱼开始发臭的话，估计捕猎效果会更好。用一把屠龙刀将死鱼直接一分为4，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小竹子将鱼饵夹住。等到全部鱼饵都处理完毕之后，小哥他们就把带鱼饵的小竹子插在地笼中间。就这样，一个完美的捕鱼地笼就此完成。小哥他们选择射捕的时间刚刚好，目前正是这片红树林的退潮时间。围巾哥拿着一个地笼，先拔头筹，光着脚走进满是淤泥的红树林沼泽地，而小哥也拿着另一个地笼紧随其后。经过一番勘察之后，围巾哥选择了一棵较大的红树，将地笼放在错综复杂的红树根之中。看来围巾哥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人，看见放地笼位置上有几片落叶，也不忘把它清理干净，然后用屠龙刀砍来2根树枝，用来加固地笼，防止回潮的时候被水冲走。另一边的绿衣哥还在左挑右选合适位置，他似乎对地笼摆放的位置很执着，在红树林中左穿右插，终于选择了一处红树根较为茂密的地方放下了地笼。可刚放下来，没有3秒钟就立马拿了起来。原来他发现地笼里的饵料摆放的有点松懈，于是绿衣哥毫不含糊地拔了出来重新安装，然后再用3根树枝加以固定位置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看来这片红树林的范围不小，小哥他们又开始前往下一个片区设置地笼。他们开始分头行事，绿衣哥整整一个竹排都是捕猎地笼，要把地笼完全铺设完毕，看来要花上一定的时间。绿衣哥一下竹排就发现一个很好的射捕点，于是拿着地笼疾驰而去。等安放好了地笼之后，接着砍上2根树枝交叉固定，一个完美的射捕点又成功设置好了。围巾哥果然是个老手，他这边地笼射捕相比其他人都要快，目前还剩下9个地笼。你别看他们行走的好像很轻松，其实不然。这片红树林的沼泽区域底下全部是淤泥，每踩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提起来再走第2步，有些地方的深度甚至可以淹没整个下半身，稍不留神就会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这样的射捕方法说简单也很简单，说难也是很难，毕竟要消耗相当大的体力，而且随时也要提防红树林带来的危险，特别是他们都赤脚上阵，很容易被树根或淤泥底下的硬物刺穿脚底。绿衣哥为了方便行走，直接爬在红树根上面走到竹排。有人就会问，他们布置了那么多地笼，等到回收的时候怎样记得所有放下地笼的位置呢？接下来围巾哥告诉你答案。围巾哥在放好地笼之后，直接用屠龙刀在该位置的树根上留下砍痕，等回收地笼的时候就清晰明了了。红树林的危险不单单是淤泥下的硬物或树根，蛇类的潜伏也是一大威胁，它们身体颜色简直跟沼泽里的淤泥融为一体，不仔细观察根本察觉不了。小哥拿起树枝戳了2下，这条小蛇毫无动静，他似乎已经撒手人寰。但旁边的绿衣哥就不这样认为，他大步向前，直接用手抓起小蛇尾巴。这时小蛇也不再装疯卖傻，他立马扭动身躯试图摆脱困境。不过幸好小哥他们不是好杀之人，随即将其放生回归自然。转眼间，绿衣哥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一条死鱼，抱着不浪费食物的人生信条，他直接把死鱼扔进附近的地笼里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绿衣哥是一个多么淳朴的有志青年。现在大家都有条不紊的在红树林里布置陷阱，专门负责划船的帽子哥也不甘落后于人，拿起一个地笼也在红树根底下布置好，只不过本人差点撞上前方的树枝而已，既搞笑又惊险。与此同时，菲律宾小哥也把最后一个地笼安装完毕，随后他们先打道回府，等待第2天再来回收地笼，检验今天的劳动成果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哥他们带着满满期待来到了红树林。围巾哥急不可待，率先检查第1个地笼。在河水完全没有退去的情况之下，他只能凭着经验摸着树根寻找地笼，先拔掉之前用来加固的树枝，然后左手伸进河里捞起第1个地笼。陷阱果然不负众望，一只硕大的螃蟹龟缩在地笼里面一动不动。围巾哥还以为它死了，于是用手指戳了2下，
确保螃蟹只是在装叉而已。有了第一个成功的例子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还会远吗？于是各自寻找昨天自己布下的地笼。估计绿衣哥昨晚上厕所忘记洗手了，第一个地笼居然吃空军，他也只能对着小哥尴尬地笑了一笑，继续寻找地笼。围巾哥这边，他明明记得在这棵树下放置了地笼，可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在一旁的小哥不信邪，于是也加入了寻找队伍。等小哥捞起地笼的时候，谁知这个地笼也是空军。不过在场的人并没有沮丧，依然哈哈大笑。这就是成年男人的快乐，简简单单的快乐。哪怕地笼捕获到的是一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螃蟹，脸上也必须带着笑意。绿衣哥这边好歹也叫有收获，虽然连续捕获到的螃蟹个头不大不小，但也算凑合一下吧。永远空军是不可能的。围巾哥一边哼着歌曲，一边在红树林里游荡。齐腰深的海水淹没了地笼的位置，他只能凭借昨天留下的记号，顺藤摸瓜寻找自己布下的地笼，终于捕上一只大家伙。众人随即高呼鼓掌，后面的绿衣哥也替他高兴起来。看这只螃蟹的个头这么大，没有1斤也有8两重。绿衣哥一次次起笼，一次次失望，不是空军就是小个头的螃蟹。虽然如此，但你会发现绿衣哥的心态真是相当平和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示人。你看，又是一个小家伙。绿衣哥这次来到昨天塞进死鱼的地笼这里，本以为这个地笼加了鱼饵，收获几率肯定会大大提高。可谁知一提起地笼，笼子里只有昨天那条死鱼，而其他猎物毛线都没有。这时忍无可忍的绿衣哥抽出地笼里的竹子，敲打了一下笼子以泄气氛。小哥也忍不住对着镜头笑了一笑，回头还安慰了一下绿衣哥。时间1分1秒的流失，剩下的人也加快了收笼步伐。围巾哥似乎除了第一个地笼有收获之外，其他的地笼也是一无所获，而金发哥也不例外。绿衣哥这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这次这个地笼完全让他找回了面子。一只硕大肥美的螃蟹牢牢地困在地笼里。今天地笼回收已接近尾声，总体收获也不太尽人意，不过大家的心情依然澎湃高昂。小哥他们回到岸边开始清洗地笼，同时也开始清点今天的收获。绿衣哥直接从地笼里倒出一只螃蟹，右脚踩住，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开始对螃蟹五花大绑。熟练的捆绑手法，一看就知道绿衣哥是一个捆绑大师，没有2、3年的捆绑经验，绝对无法做到行云流水般的操作。其实小哥他们也不是一群赶尽杀绝之人，看见个头比较小的螃蟹也会主动放生，这样做也会最大程度保持当地的生态平衡。今天的收获其实也并不少，大大小小的螃蟹加起来也有20-30只，足以做出一顿丰富又美味的晚餐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回家做螃蟹盛宴。又是帮螃蟹更衣沐浴的时候了，拿着刷子不停地在螃蟹身上来回摩擦，试图把它身上泥垢清理得一干二净。与此同时，小哥的老婆也在准备煮螃蟹的配料，熟练的刀法堪称绝尘大师。食材与配料都准备好了之后，开始烹饪。首先开火烧油，接着放入大蒜和洋葱爆炒，最后把早已洗干净开好边的螃蟹井然有序地放入锅中，然后翻炒几下，加入2瓶雪碧防止烧焦，盖好锅盖等待出炉。忙碌了2天时间，一餐螃蟹盛宴终于出锅了。2张硕大的芭蕉叶作为餐具，上面摆满这2天的辛勤劳作成果，简单的配上白米饭和调味料，众人急不可待尝试起来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情不自禁的笑容。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农村人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，吃着自己辛勤劳动抓来的食物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，加上与好基友的分享，一颦一笑都乐在其中，这就是农家菜，朴实且不浮夸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